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上周四晚上，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一次辩论结束后，有国内的朋友转给我一个评论说，美国完了，两个候选人，一个要进养老院，一个要进疯人院。在那天晚上的辩论中，拜登总统声音沙哑，词不达意，甚至神情呆滞。辩论开始5分钟后，很多民主党人就开始绝望地互相发信息，整个党陷入了惊恐之中。有一个民主党分析员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问，我们怎么走到了这里？当然不只是民主党，自从2016年川普当选后，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坚决反对川普的人叫 Never Trumpers， 就说他们是一群没有党的人，他们说共和党被川普劫持了。今天我们请来不明白播客的老朋友，美国加州克莱门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裴敏欣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他80年代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汉廷顿教授。他也非常关注美国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运作。敏欣你好。你好袁丽。你上周四晚上看总统候选人辩论了吗？当时是什么感觉？我没有看，因为呢就是这种辩论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有兴趣，因为辩论它都是没有什么深度。当然以前我看过，但这次呢这两个候选人我一个都不感冒所以呢我就不那么感兴趣。我想大部分美国人都一样，就是说怎么美国那么多人3亿多人会这两个就是选这两个人来做我们今后4年的总统，所以我没怎么关注。但是呢就是辩论开始后5分钟，我就接到朋友那个社交媒体上来说糟糕的不得了，那我根本就不敢看。后来我也没有去看录像视频，我感到实在是一个美国悲剧我不想再让自己就是说感到更痛苦。实际上从上周四以后，我个人是处于一种心情十分痛苦，因为美国毕竟是我的国家。美国我今天正好是我到美国40周年，那过去40周年那个美国一直是对我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国家，但现在就是说出现这么一个就是让人心碎的情况，所以呢我就其实你仔细想，那个美国那个选那个总统对我个人直接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对我的感情来说那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就处于十分痛苦的状态，希望民主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对对对，我那天晚上看得很痛苦，我都看不下去。对啊，就是我以前睡觉一直是很好的，马上就能入睡。我这几天就是说要吃那个 melatonin 真的才能入睡，而且所以我想这跟我的那个精神压力有关，并不是说我工作我现在是暑假没有什么工作上的压力，完全是这种就是美国政治出现政治抑郁是吧？对，政治抑郁前所未有的危机让我感到十分痛苦。那你注意到民主党方面的震惊和绝望了吗？对啊，但民主党里面它有一个脱节，就是民主党的那个拜登周围的人，包括他家庭的人，都是把这是企图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民主党的就是说圈子外的精英，比如说是媒体精英也好，一般的政治观察者也好，和民主党普遍选民，他对这都感到是一个就是说很大的危机，他感到非要那个换马不可。最近的民调也是这么表示的。所以呢就是说现在看来要看就是民主党的最高层的精英，就是国会的领袖最主要是国会领袖，还有所谓民主党的金主，就他捐款的那个大款人，看他们的表态。如果说他们表面上不出来逼着那个拜登退场，但是背后给他施加压力，那么这还是有用的。对，我听说他们已经好多人都表示要就是在这样子来施加压力了。你也看到就是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从汤姆弗里德曼什么Nick Kristof 什么这些人，所有的这些左派右派就一堆的人都说让拜登不要再选了，然后纽时还是社论版也说让拜登就是退出。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主流媒体，就几乎不光是《纽约时报》，连那个华盛顿邮报什么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就是好像前所未有的
会要这么对一个总统候选人。对，这的确是前所未有，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就是这是代表美国民主党或是自由派精英的声音。这种精英的声音是否能够真正影响到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就是说精英中的精英，就是他们是那个所谓知识精英，但是呢，决定拜登是否退还是继续选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当然受他们那个影响，但是否受决定影响，现在还难说。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纽斯出来，纽斯的社论出来，这美国最有名的那些评论员出来，纽斯并不是仅仅一个，你看那个《华尔街日报》上面也有，对，包括那个华盛顿邮报上都有，甚至那个《金融时报》不是美国的报纸，还有那个经济学人那个杂志都出来，他们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们是常识。就是说，他们是代表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常识。如果说民主党的政治精英，拜登周围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把这些忠言当成是那个逆耳的话不听进去，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最终会造成很坏的结果。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现在看来就是拜登就是不想退出，那当然有人就觉得民主党会拿他没有办法的，你觉得是这样吗？就是你刚才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就是说你要看很有趣啊，可能我的那个分析是错的从就是说上周四的辩论之后到现在，包括他跟他的家人出来都是一口说我们继续选下去，包括他那个竞选班子也好。但是很有意思的呢，你没有看到就是所有的人都跟他站队，所有的民主党的包括州长包括所有那个议员出来。那么今天出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第一个在任的民主党议员是德州的一个议员出来让他退选。那么这是那个只要开了一个口子，那么关键就是要看今后7天了，因为后天是那个独立节，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一周是关键周，因为是否我们要看是否有其他人出来，然后呢，今天出来那个民调，就是 CNN 那个民调说那个超过一半的民主党的选民，超过75%的普通选民都认为他应该退。那么这只是一个就是说民调，那么我们要看就是其他那个民调是否会出现，因为在强大的公众那个政治舆论压力，特别是我想那些大款捐钱给他的人和那些就是说背后就是民主党中的领袖在背后劝他还是会就是说对他还是有影响的。那就是说这最终决定退选还是那个继续选的，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没法预测，但是我的那个感觉是，今后7天是最关键的7天。对对对，那就是让人看着确实是觉得非常的困惑，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党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地？就是民主党为什么要把拜登81岁推了上去，共和党为什么要推川普？他们很多人其实私底下也是不喜欢川普的，就是好像感觉这两个党都分别被2个人给劫持了。对，我先讲民主党因为呢这里面既有就是说常规原因，也有特殊原因。常规一般来说呢，就是一个党的在任总统，他们都希望他能连任。就是说这历史上只有68年约翰逊总统他由于打越战而且特别是由于他太太第一夫人劝他不要再选了，他就那个不再那个竞选，这是唯一的。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没有一个政党就是说半途换马的，那么这是常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分析报道，就是22年期中选举
民主党的表现是超过预期，那么这样呢，他们决定就是说拜登不是一个累赘，就是说他在那个票第一名不会把那个民主党给连累，那么拜登自己也比较那个就是感到有信心。那么再说呢，从政策层面来讲，那老百姓的看法是另外一回事。政策层面来讲呢，拜登认为他的确是就是说通过了许多很有利的政策，国内政策也好，国际就是外交政策也好。那么最终呢，拜登他本人认为是就是只有他能够把就是川普能够再打败一次。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很难民主党里面有分量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初选阶段有人出来挑战一个在任总统，那么那个在任总统呢，在政治上就会被削弱，他那个党呢就会显示出内部有分裂，那么在跟那个川普决战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有利了。所以民主党这么一个就是想法，包括那个拜登自己对自己的那个看法呢，使得他81岁那么高龄还要再选一次。川普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川普呢实际上就是说2016年美国的共和党就变成川普党，他把就是用那个英文他叫是那个 take over， 那么用中文来说呢是兼并了，被那个川普一个人把那个共和党接手了，他变成一个就是彻个人化的这么一个党。那么就是因为你要看美国整个那个民主选举体制啊，它其实是那个只要你的党里面的基本群众的25%，或是不要超过就是说30%出来选你，那你肯定胜。为什么呢？他那个初选过程啊，参选的人很少的，只有那个积极分子会参选。但川普呢，他对共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影响特别强，那么这个党就被他那个接手过去了。那么接手过去呢，经营了4年，到2020年他被选下来。那被选下来他不认输，那么你就看就是说共和党内就是接受他这种就是说选举被偷这种论调的有多少？共和党人75%左右，我看那不得了，那就是共和党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川普党。所以呢，川普他再出来不足为奇，你就看，那么这次他毕竟还有那个人跟他竞选啊，佛罗里达的州长和那个前那个南卡的州长那个黑利，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啊，那就说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么再回过来讲，你说那个川普你怎么去讨厌他？他是政治上，他是用中国话是接地气的，因为他知道共和党的基本群众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他就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那么就是反过来讲呢，就是拜登跟他比起来就差远了。对，那天晚上就是看的，就是感觉好多人评论说，就是因为拜登的表现实在不好，就感觉川普好像感觉更像总统的样子，真的是。他们虽然差那个3岁半啊，但你看那个仔细那个表现，我看了一个就是评论说他们相差好像30年，并不是3岁半，一个那种经历比他好多了。对，是的。那你认为美国的宪政体制不崇尚民主，但是相信法治，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要仔细看美国那个宪法跟他那个宪政发展，你就仔细读美国宪法，他那个宪法最大的一个特征，包括他的一些修正案，他就是要保护个人自由，保护财产自由。他对那个民主一直是很担心的，所以呢，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宪政设计是限制国家的权利。那么限制国家权利的反面就是说，你个人自由跟财产保护那个程度会很高，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许多人就把美国作为民主宪政典范的是大错特错，因为最好的美国就是所有研究民主的学者都认为美国在民主上那个表现是很一般的，并不是说他是就是欺骗人的也好，他是个专制，实质上专制，他并不是这样。那么你要看就是美国的那个民主发展的很有趣啊。第一就是说他那个制宪过程当中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影响，就是说他要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
什么叫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就是民主，把所有人都让他们参与那个制定法律，让他们投票选出来的，就是是一个会违反人权产权的这么一个一个政府，这么一个领导人也好。那美国的那个就是宪法是很防止这一点出现的，说多数人暴政，所以呢他就限制多数人参政。那你想就是他就是制宪的时候，你一定是白人男的，一定要有产权的，就是说他真正能投票的，我估计在制宪的时候他是不会超过25%。那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少数人的民族，而并不是个多数人的民族。但他就是说这些少数人民族当中，他还是有很高的那个竞争性，对吧？那么你从就整个就是说在那个研究民主的政治学者当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从严格程度上来讲，美国直到1965年才变成一个全面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呢？1965年之前，南方的黑人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呢，从那个美国的那个地区性的民主发展来看，南方它是到65年之后是成为一个新型民主国家，以前一直是专制的，就是说你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在那里是就是南方那些就是州是专制，所以这样来讲，你看那个美国就是说是从那个宪政设计、民主体制发展。它一直上是宪政崇尚法治，而并不是崇尚民主。那么再有一个看美国的那个，就是说实际民主那个设计，你就去用3个指标，就是它是否一人一票。那美国不是一人一票啊，选总统就不是一人一票。为什么我就是说，一方面我现在对美国那个宪政十分那个担忧。就是民主体制走向十分担忧，一方面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是住在加州，你不管是红色也好，蓝也好，你都没用的。红的你投一票没用，蓝的投一票不算数。所以呢，你就感到一个，那么这是由于美国的那个选举人体制。对，所以这一下你看，实际上真正我算了一下，今年决定美国就是大选的就7个州左右，具体我就不讲啊。那你想，那美国50个州啊，43个州是没用的，在旁边就看着。一个就是说，你不是一人一票，那你就肯定不是那个达标的嘛，就是满足那个民主的那个基本条件的。第二个，你看他那个参议员的设置，参院，那参院就是更是一个就是不民主的标志。加州差不多4000万人，那个 Wyoming 30万人，那他们出了2个参议员。我们也出2个参议员，但是在那个联邦那个就是国会投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分量跟我们一样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看美国，它这个投票是很难的。美国那个投票有重障碍。第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就是我刚才他选举人体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另外一个，他说美国特殊论，我说美国是有特殊啊，美国是世界民主国家当中，据我了解，它是唯一一个是一个工作日投票的，它星期2投票的，而且不给人家法定休假。那么这一样就是许多要工作人他没法投票啊。那么这就实际上是提高了投票门槛。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是宪法里面的，所以我那么再有就是说，美国你许多州，你如果犯了那个重罪的话你是取消投票权的。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川普他纽约那个定了重罪了，他如果说没被推翻，他是住在佛罗里达，他在佛罗里达他是他没办法投票的，因为那里设置了重重障碍。所以许许多多的那个，你就去看那个投票，那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那并不是说是反美也好，亲美也好，是欧洲的，好像我因为应该是住在那个瑞典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学术机构，它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叫 VDAM。叫那个就是民主的多样性，对，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那美国你去看它的那个就是民主那个标准，美国就是很中间很一般，它并不是个很特殊的。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它是崇尚自由法治，而并不是崇尚民主。你在美国生活你就体现到，那美国要比那个欧洲什么都自由多了。但说民主就是说一个老百姓他那个投票是否有作用，那就跟那个欧洲就没法比。那天我们通话你还说了一个，就说美国宪政制度是世界上最老的
而他面临的问题是不能与时俱进，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说美国的那个宪法是世界上最老的宪法，就是他的那个好像应该是1780几年那个在费城制定的，他那个宪法后来就改了大概20几次啊，那一下200多年就改20几次，因为就是他那个当初设计的那些人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因为美国宪法是那个南北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他们认为这个妥协结果呢需要有所谓制度保障性，他那个制度保障性呢就使得他那个修宪门槛高得不得了，所以他如果说是在费城达成那么个妥协里面有一个规定，要把那个规定给废除掉或修改掉，那有很高很高的门槛。比如说参院要那个众院参院2/3，然后呢州要3/4的那个州议院都通过，那怎么等比登天还难？我说，所以由于这个问题呢，它因为他当初那个宪政是针对就是说一个农业社会，就18世纪末期的这么一个农业社会来设计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现代国家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就是环境当中，那个最主要是一个国家的作用。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美国为什么它经济那么好，但社会问题又那么多？你要去想，它是经济最发达的，社会问题恐怕是那个全世界就是发达国家当中最多的一个，就是不平等也好，犯罪也好，族群冲突也好，教育也好关键问题就是说，他当初制定那个宪法，他就是要限制国家权利。那么你限制国家权利，就是说这国家碰到新的问题，他就没法做。比如美国现在碰到的一个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你需要能源转型美国面临的一个教育问题，美国面临的不平等问题，那你靠市场这些问题是没法解决的，你一定要通过国家。但是美国的那个宪政设计呢，它的核心就是要限制国家作为，限制国家权利。那么就是说，我们前几天聊的时候讲，美国那个宪政它还有一个跟世界上不同，它有多处的所谓否决点，就是它给了这个宪政里面我们讲是三权分立也好，实际上更确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给了设置了许多否决点，让许多政治势力、政治就是行为者有否决权。比如说最高法院是一个联邦体制又是一个，参院又是一个，众院又是一个，总统又是一个，至少有5个否决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否决点，他对于某种政策采取不认同、反对，那就至少就是说在联邦程度这个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如果在州程度，那许多州他也没法执行。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能源转型，那加州是最积极的，但许多州它还是那个要提倡用那个化石燃料，那就是说明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由于这个宪政设计，它使许多目前美国面临到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得不到通过国家干预的这么一个途径来得到解决。对对，你当时还说，就说他那个就是很难对付，比如说社会不公问题，就比如说全球化的这些受害者得不到政府的帮助，还有就是他的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念就很保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极化问题。对，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就是说从国家能力，就说国家权力，美国那个国家是很有能力的。我们讲，就美国它一旦这个民主体制，它一旦国家是形成共识，那这个国家能力是我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跟它比，因为它有很大的财力，很大的那个创造力，人才什么就不要去讲。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之外，讲呢，它有2个就是说比较特殊的情况。第一呢，它文化是相对保守的。特别是你就看，就是许多通过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个就是全球的一个所谓叫 value survey， 就是价值观念的民意调查。美国一直是跟那个所谓发达国家不同，就是说美国的宗教信仰很厉害，就是因为欧洲它是
基本上是世俗化的这么一个社会，但美国还不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它就是对那个宗教在美国社会政治当中起很大的那个作用，所以这就对美国总统那个宣誓就职还是要把手放在这个 Bible、这个圣经上的。对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好像硬币后面 In God We Trust， 就是说我们相信那个上帝但在就是说就是它没有真正变成一个世俗化的这么一个社会，它实际反映的情况呢，就对许许多多由于社会经济现代化那个产生的社会效应呢，它的反应跟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堕胎。那美国感到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叫最高法院。那欧洲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美国那个宗教团体在反对，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跟欧洲，我们现在就是讲美国的时候，欧洲也出现就是所谓民粹主义啊、极右势力啊。但你仔细去分析，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欧洲的那个民粹主义，它的核心是一个移民问题。美国那就复杂多了，美国不仅有一个移民问题，但美国那个移民它最主要是非法移民，它并不是说是合法移民，因为美国它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合法移民过来的。欧洲也有反全球化，美国也有反全球化，但是美国一个就是说极右势力的那个内容跟那个就是左右冲突跟欧洲不一样的，这所谓一个叫 woke，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醒过来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冲突。那个文化冲突你仔细去看，就是一个世俗文化跟一个宗教影响很深很强的这么一个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是牵涉到女性的作用、女性的权利、女性的地位问题。第二是一个就是说少数民族在美国社会当中，他们现在变得很多元，这些少数民族那个地位问题。那么在美国呢，它牵涉到一个就是所谓平权问题，他们是受歧视的，要给他们那个所谓DEI， 就是那个多样性什么之类的，要公正啊，要包容啊，这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美国社会种族的那个多元化这就是这两个就是使那个两党冲突最厉害的，就文化上就是两个。那么我就是说，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我特地查了一下，就给你看那美国80年代到现在就70年代到80年到现在，它那个社会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我记得我84年到美国，那基本上美国还是一个，它虽然说多元，那个多元其实是那个跟现在什么没法比的比如说我讲那个3个指标，一个是白人占人口那个指标，一个是移民指标，第一个是妇女地位。1980年白人的人口是白人占美国人口80%，现在是60%。那你想就是说，因为这背后呢有一个政治话题，就是说两党之争，许多共和党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去支持那个川普？因为他后面他着急，他说我们那个白人以前占政治绝对优势那个地位会没了，那川普正好利用这一点来就是打那个反移民牌啊。那么我说你不能怪美国人任何国家就是说，他如果是他那个族群以前是绝对优势的，现在到了一个相对优势，而且看那个趋势，再过20年，他可能是少数民族了，都会面临这么一个生存问题。你不是汉人，你想想看，你如果汉人现在90%，你如果说到了60%，他不要急死了。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就是他心理上的这种受威胁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具体的出来表现出来的那种的种族主义的那些东西是那就是说我想因为我现在那个你是从心理上来说的，是可以理解。我学会就是说看问题不仅要从自己的立场，还要从人家那个立场来看，就是说知道人家是怎么会这么想的那么从移民来讲，1980年美国只有1400万人是移民占人口6%。2020年有4800万人是移民，占人口14%这是它历史上接近于就是说1914年左右的那个历史高位，当初大概是14.7左右。不过现在不一样，当初全是欧洲过来是白人那么现在过来都是那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过来，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再讲到一个就是妇女地位问题。
我认为这是就是过去就除了这个就是说美国族群多元化，白人的那个就是占人口比例大大下降之外啊，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发展就是妇女地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提高。有什么指标在美国社会当中受教育、受大学教育是可以让你得到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职业什么的？那么我就去查了这么一个就是指标。1970年，美国的妇女只有8.2%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的那个男性呢是14%左右。那你就看就是2021年的指标，那是现在美国是妇女当中39%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有那个4年文凭的，男性是37%啊。那就是说，美国它的那个 crossover point， 就是说第一次女性超过男性，可能是2010年左右啊。那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我就看到现在就是不仅从学生分布来讲是女性就是女学生要超过男学生，那女学生毕竟很优秀啊，就是我们那个得到就前几名读书，从那个读书的那个就是分数来讲，那肯定是就女学生优秀是一个常见现象，男学生要优秀那是一个例外。所以这样就是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就是说美国它的妇女地位的提高跟它传统的意识是受冲突的。对，就是女性地位当然还是和男性还是没法比，但是呢是比几十年前要是高了很多，是吧？但这由于是许许多多的那个障碍啊，你要去看那个政治障碍许多，你要拿美国跟欧洲就从政来讲，那美国到现在只有一个女议长，对，那个就没有一个女总统，只有一个女的副总统。那欧洲女的首相片片都是。除了法国之外，就是说没有一个女总统之外，那所有的欧洲大国都是就是女性掌握行政的最高权力，那美国还没有啊。那我们来讲这个社交媒体，我自己认为就是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当初的设计没有考虑到社交媒体这种工具的危害性。您怎么看就是社交媒体对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影响呢？对，我先把话讲回去一点，为什么社交媒体会对民主制度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这民主体制设计呢，它有一个先天不足。什么叫先天不足呢？因为要让一个民主体制正常有效可持续的运行，它需要有足够资讯的选民。就是说选民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自己那一票投下去是投给谁，有什么影响，那个人的政见什么。那么这个假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民主制度它内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以让许多人搭便车。许多美国那个选民，这不过是美国，就其他国家选民，他并不是说，哎呀，我要大选了，我把每个人的政党候选人的政治主见拿来那个看。我说看，如果这样做的人，他肯定要不是那个就是政治学专家，要么就神经病了。你说是吧？谁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管那个事情？所以呢，他就造成了一个就是大便车。那么大便车在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其实民主体制也不需要所有人都那个卷入那个大便车是个什么意思呢？您解释一点。就是他就是说我可以享受民主体制得来的给我带来的许多优惠，政治一定的权利，但是呢，我不要自己投入。比如说我自己要投入了，我要给我喜欢的人投政治捐款，我要参加什么政治活动，我要写信给报纸，我要去那个国会游行参加听证，这都要花你时间啊。一般就是现代社会的人，他生活都很忙，工作都很忙，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像我们这种就是说由于专业问题，那我成天要花3-4小时去看报纸，那美国人他根本就没人看报纸。你们纽斯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报纸，我想订他那个就是书面版的100万，大概可能都不到。订你就是说你们的那个电子版的纽斯世界上最好的，我想不可能超过1500万吧。那就是说1500万，就1500万，就是美国人口5%都不到。
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大变策现象。给学生讲，就是美国所谓社会资本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你给公益事业捐款。我认为美国就是最好的一个公益媒体是 NPR 公共广播电台。那公共广播电台，我想美国可能2%的人都不到给他捐，那就是一个大变策现象。你如果说大变策太多了，那个民主体制肯定就是承受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许多人来关注，所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社交媒体。再就是说，高质量的信息大家不关注，那么低质量的信息，它只要是那个传播很有效，基本上是不费钱就能拿到的。不像要看那个纽斯，你还要去订，还要那个就是花钱很费，而且他那个就是写的又很专业，你一般人还不一定能看得懂啊。那一个配一个什么视频，讲几句那个大家都能懂的话，那它的传播起来就很快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交媒体。那么我在教那个民主退化，我每年我总教一课，就是民主跟专制。那么里面讲到，就民主面临那个挑战问题，那个信息叫信息革命啊，就社交媒体它就是信息革命的一部分。为什么信息革命、信息民主化会反而对民主造成生存性的威胁？那么这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人他对自己看到的新闻、听到的新闻，他没有很好的辨识能力、辨真伪能力，除非有很长的那个积累，但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那么这就是呢，就造成一个所谓叫真相退化也好，真理退化这么一个就是过程。因为时间一长啊，你看100条新闻，99条是假的，那你肯定认为我没有任何东西能相信。那么你如果说没有任何东西能相信，那你民主制度怎么能够就是运作呢？对，所以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说，社交媒体出来呢，它使人呢，这中国话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它使许多人呢就选择自己跟自己价值观念相同的。美国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就是说平行的信息世界。比如说蓝的民主党的它来的信息来源跟共和党的红的来的信息来源完全是两码事情，这就造成了一个就是极化，它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想蓝的他认为世界是这样的，红的认为世界是那样的，他怎么能够说话说到一起呢？所以这两个是最大的，就是说社交媒体对民主体制造成最大的威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当然你就是说反过来讲，它是一个就是说民主体制的先天不足，就是一个大变策的问题。民主党方面说，如果川普上台会对美国的民主造成巨大的伤害。当然我也看到，就说有中国朋友说，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厉害的地方就可能就在于总统是谁没那么重要。当然总统如果是个有能力有魅力的领导人物更好，但是没有呢，你就是摆个机器人在那儿，靠惯性吃老本，至少一段时间未必出什么大问题。您同意这个说法吗？我想这个看法呢是看到了表面现象，他没有看到实质现象。表面现象呢并不是错，就是美国它有一个十分专业化的、有效的、有组织的、有规范的这么一个官僚行政机制，所以总统他不一定要干很多事情，那个机制可以正常运作，这点我是十分相信的。但是反过来讲，并不是拜登从那个2021年1月20号开始，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啊。但他毕竟是做了许多事情。你要一方面你就看他可能现在是那个体力不行，精力不行，但你要看在他过去3年2场战争，一场瘟疫，然后呢要那个能源转型，又碰上一个输了不认输的这么一个政治对手。我想一般人也够受了，所以呢，不能低估总统的作用。那么反过来再讲呢，总统他有很大那个权利，你不是说那个机器人你要给他很好的那个程序，他才不会胡来啊。你如果那机器人是没有程序，他胡来，那没有东西可以挡他啊。因为人家不知道什么连体制设计，许多对体制的认知是很错误的。体制到最终是靠人，他没有人。
那个体制是虚的，我可以用 AI 来设计一个最好的体制，但这是实际上这用不了，它没法执行，它最终是要靠人的。因为就是说在川普17年到21年1月份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看出美国民主的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说它有许多限制权利的不是明文规定，而是规范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呢，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总统很容易推翻。你谁能够把总统给抓起来啊？因为唯一就是让总统就范，就是一个司法嘛。所以呢，我是认为，如果那个白宫换了一个人，他是感到自己是那个国王，法律对他不适用。而且川普 2.0 跟川普 1.0 是完全不一回事。川普 1.0 是没有经验的，川普 2.0 是有经验了，他知道就是说以前没做的事情我现在能做，所以呢绝对不能轻视就是川普 2.0 对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可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对，而且就是这周昨天美国最高法院又对这个总统就是对川普他可不可以被 prosecuted 是吧，这样子的一些的限制，实际上就是给总统的更多的权利，豁免权。对啊，豁免权。对，以前是那个许多是那个不成文的规定，现在给的成文的，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以后不会有司法后果，那还得了。另外我讲一下，就是美国民主退化的就是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司法体系被政治化。这就是说司法体系一直是就是我认为是宪政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那美国这个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是否能够站立，特别是在川普 2.0 他是否还继续会在那里维护宪政体制，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那我们谈了美国民主这么多的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更好呢？肯定会有人这么听了会说呀，我们中国多好啊，没有那么多问题。你要让我讲那个中国的那个体制的问题，那我3天都讲不完。就是因为呢，就是说美国它那个民主那个体制出现这么大问题，但是有几件事情你要去想。就第一呢，就是至少到现在，它毕竟还是给就是个人、给商业利益团体、社会还留有很多空间。那中国是没有什么空间的，我很难想象有跟中国就是中国防火墙一样的美国防火墙的出现。你说，就是说一些就基本指标，然后就是说什么。知识巡视可以关进去判5年的，我想美国这个地步恐怕还不会到。然后就是说要把总统就是变成那个终身制，那我想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就是川普要做很大努力因为美国修宪实在是很困难，就许多一系列其他的那个现象，不能认为就是说民主让人失望就去找专制。因为要知道，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很新的这么一个体制，从真正就是说达到现代自由民主政体标准，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时间。那专制在世界上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你看，就是很明显，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那还是民主政体，没有专制政体，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对，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美国民主，就是说它的这种叫 decay 是吧？这种的对衰败退化，有没有办法给它反过来呢？能不能反转呢？很难。我看了许多这方面的那个学术文章也好，它一般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危机啊。美国的民主退化其实是过去30年中间发生的那么如果它没有一个重大危机那它很难转。再有就是你就要看，就是这一次川普 2.0， 如果说川普 2.0 失败了，那反过来讲，美国民主可能会失而复生因为人家感到就是我们那个尝试了一下，就是川普 2.0， 我们还是要回到以前的要运作比较正常的那种民主体制下，那还是有可能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我最近在看一本就是回忆前苏联垮台的那个事物，叫 Zubak，是一个俄罗斯历史学家他写的，我认为那个写的不错。另外一个我正在看还没看完，就是你的同事纽斯同事叫 David Sanger， 他写的 The New Cold War 新冷战是复数啊，新冷战，对，他是白宫首席记者，他有写了许多内幕。另外呢，我在看旧冷战的一本书，就是 John Lewis Gaddis， 是耶鲁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旧冷战的所谓那个简史，很薄，看起来那个一目了然，他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个人对那个新冷战今后的那个发展是那个很担忧的，那么我想先去看看那个旧冷战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对对对，它叫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是吧？对对。好，谢谢敏心，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